我一直以为地球只是普通凡界，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不是地球太弱，是整个地球都被封印了。这里不是凡界，这里是万界祖地，是所有修炼文明的起点。而那些所谓的仙人，只是从祖地分出去的低维修士，他们却以为自己高高在上。凡界蝼蚁，跪下受封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地球人不是没有修为，只是我们的力量一直被封在日常里。当我靠祖传吊坠突破封印后，地球上的普通东西一离开封锁，就恢复了真正的等级。一颗苹果是续命3000年的仙果，一枚鸡蛋是凤凰卵，一包方便面能锁住仙兵战船，一个打火机能点燃太阳神炉。他们100万仙兵压境，我只是随手扔了一只酱板鸭，第一排的仙兵当场就被撞碎了道心。仙王不服，一掌要镇压地球。我反手掏出了一个电饭煲，他以为那是凡人厨具，可那东西的真名叫炼天神炉。不可能，凡间蝼蚁怎会有如此神物？错，不是凡界有神，是你们忘了自己来自哪里。不是哥们儿，雷劈就雷劈，怎么还带转场特效的？荒野求生也没这个地图吧？我这是被雷劈出国了，还是直接劈出服务器了？这东西是徐家祖上传下来的，千万别丢。门，这枚吊坠里藏着一扇门。御剑飞行，我的穿越了。没有修为。韩执事，此人穿着怪异，又突然出现在护山大阵附近，会不会是魔道派来的探子？探子？误会，我就是个路过的。路过？青云圣地外围有7重禁制，普通凡人连山门都看不见。你告诉我你是路过的？我要说我是被雷劈过来的，你信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不信。把手放上去。这是什么？测灵石。果然是个凡人。这玩意儿是不是没电了？什么没电？没事儿。此人来历不明，先带回宗门。他没有灵根，带回去有什么用？让他留在杂役峰做事，至少比放任一个身份不明之人在山下摇动稳妥。我同意。没人问你的意见。凡人就是凡人。这里是天玄大陆东荒青云圣地，宗门内有外门、内门、核心、真传等诸多等级。至于杂役峰，负责宗门后勤。不就是打杂的？此子暂且安置在此，你好生看管。是。我叫赵虎，负责监管杂役峰药田。进了这里，就守这里的规矩。要是让我发现你偷奸买滑或者偷拿药田里的东西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。员工手册呢？什么规矩总得写下来吧？你在挑衅我？没有，我就确认一下。初来乍到，该怂就怂，这不叫怂，这叫风险管理。明日卯时去杂役堂集合，迟到1次扣3日口粮。刘管事，今晚吃什么？饭堂有时便关门了。那我呢？饿着。别人穿越开局送系统，我穿越开局送一顿饥饿体验。这个配置从夯到拉属于是直接垫底。
现在的水果防伪都这么卷了吗？不对，我买的时候绝对没这特效。这个苹果是山脚便利店买的，店员还说脆甜红福士坏一个包赔。啊！怎么回事？灵气怎么突然变浓了？是不是药田里有灵药成熟？这香味，闻一口，我堵了半个月的经脉居然松动了。这个苹果明显不对劲。算了，反正之前已经吃过半个。果然是你，好大的胆子！你刚进杂役峰，竟然就敢盗取宗门灵药！这是我自己带来的。你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，能拿出这种宝物，这分明是你趁夜潜入药田，盗走了刚刚成熟的灵果。它一直在我包里，包装还在。包装？这只透明袋子，必然是一件能够隔绝气息的空间法器。检查归检查，你抢什么？杂役峰所有东西都归宗门所有，我奉命监管药田，自然有权处置赃物。立刻交出来！你说是宗门的，有证据吗？苹果上写你名字了？区区杂役也敢顶撞外门弟子，看来不给你一点教训，你是不知道规矩。万丹朝拜，有无上仙药现世。好浓郁的生命本源，难道是护山大战下方有太古仙药破土而出？立刻过去！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？我什么都没用，是你自己突然跪下的。不过大晚上的行这么大礼，多少有点客气。这苹果不会真是你们宗门的吧？这是陆老头，你堵门口干什么？仙药在哪里？刚才的异象究竟是何物引起的？仅仅一缕香气就能弥补气血亏损啊！这是圣药，不，普通圣药绝不可能引发万丹朝拜。这东西的品段至少在地药之上。毫无修为，体内也没有灵力，谁吃的？啊！你竟然以凡人之躯生吃了半株疑似仙药的神果！吃个苹果还需要修为？这枚神果从何而来？我带来的。带来的。此物材质极其特殊，非金非木，非玉非石，薄如蝉翼，却毫无编织痕迹。这必然是一件等级远超我等认知的空间秘宝。那就是个保鲜袋。保鲜袋？对，主要作用就是让食物保鲜。创造此宝之人，境界恐怕已经超脱凡俗。不是，你们修仙界多少有点不基础了。塑料袋基础，冻结时间不基础。你来自何处？地球。地球？古籍中曾记载，诸天之外存在着一些失落古界，这些古界不受天道管辖，蕴含着难以想象的太初本源。莫非地球便是其中之一？我说地球就是一个普通地方，你们信吗？总感觉他们正在思考一些非常离谱的东西。各位长老，这枚灵果是他从药田偷来的，弟子本想追回赃物，却被他用妖法镇压。你说此物来自药田？是，此人今天刚刚进入杂役峰，怎么可能拥有这等至宝？必然是他趁夜潜入药田，盗走了尚未登记的灵果。哼，蠢货！杂役峰的药田连5品灵药都种不活，你告诉老夫，这里能长出地药之上的无上仙果？你当老夫练了800年丹，把脑子练没了？
赵虎，原来药田最近丢失的灵药，全是被你偷走的。长老饶命，弟子只是一时糊涂。我看见那枚仙果后起了贪念，才会诬陷他。求各位长老给我一次机会。押入执法堂。我错了，虚年，求你听我说句话。小友，可否将此果交给老夫鉴定？我现在只是一个毫无修为的杂役，手里拿着这种东西，未必是好事。既然这东西对宗门有用，那就上交吧。此盒可镇万物。果然镇不住。拜见圣主。9条盘龙神纹，万丹朝拜，枯木逢春。难道此物是传说中能让大帝续命3000年的九转盘龙果？圣主，您确定？古籍上记载，九转盘龙果诞生于太古龙族祖地，3万年开花，3万年结果，再以9条真龙之躯温养3万年方能成熟。仅凭半枚，便能为大帝学寿3000年。3000年，足够一位大帝镇压一个时代。这枚九转盘龙果真是你的？准确来说，是我没吃完的。怎么了？徐年是什么时候进入圣地的？回圣主，早些时候傍晚。谁把他收入杂役封的？是外门韩执事，他检测出徐年没有灵根，便将人送来补充杂役。没有灵根？就想他们主动认徐年为主。圣主，怎么样？测灵时应该出了问题，可是连续测了2次，都没亮。那就是2块都坏了。修仙界也流行不接受检测结果是吧？这枚九转盘龙果对青云圣地至关重要，本座不会白拿你的东西。功法、法宝、洞府灵石，你可以随意提。灵石能不能换成人民币？这世界随便一个外门弟子都能一巴掌把我送走。我想要一个不被人随便欺负的身份。就这个？不然呢？你不想拜老夫为师？老夫乃丹峰峰主，8品炼丹师，只要你愿意拜师，丹峰所有资源任你使用。哼，姓陆的，你都800多岁了，别误人子弟。小友，修炼一途，肉体才是根本。你拜入本座战锋，本座保证3年之内让你一拳打死铜镜妖兽。哼，粗鄙！小友气质出尘，天生便该练剑。来我剑锋，将阵风地经传给你。老东西，你连他有没有剑道天赋都没测，测什么？能拿出九转盘龙果的人。几分钟前我还是没人要的无灵根杂役，现在一群高高在上的峰主，为了他一群峰主抢着收徒，人生的大起大落来得太快，连短区都不敢这么剪。都闭嘴！你既然不愿立刻拜师，本座也不勉强。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杂役弟子，本座会昭告全宗，册封你为青云圣地圣子。圣子？青云圣地已有圣女江灵溪，却迟迟多年的圣子之位，竟然落到一个入门不到1天的人身上。行。不过先说好，我不一定会修炼。无妨。我青云圣宫还养得起一位圣子。球响青云中，只有册立圣主圣子或宗门面临灭亡大劫时才会敲响。白天不是说他毫无灵根吗？天还没亮，人家成圣子了。我刚才还让圣子饿着。圣子殿下，今晚的饭堂虽然关了，但属下马上让人重新开火。您想吃什么？有肉吗？有。米饭呢？管够。这圣子身份能处，至少管饭。拜见圣子殿下！圣子殿下，你们干什么？昨夜仓促，未来得及正式拜见圣子。属下特意带着杂役峰众人前来请罪。都起来吧，以后别动不动就跪，我看着头疼。我等奉圣主之命，特来迎接圣子前往圣子峰。韩执事不用客气。外门弟子陈峰拜见圣子殿下。
以后少瞧不起凡人。所有修士开始修炼前，不也是凡人吗？弟子谨记圣子教诲。昨天晚上我还住在漏风的小木屋，现在直接拥有了一座山，这哪是升职啊？这是从实习生一步干到董事会。圣子若有任何需要，可以直接吩咐。先给我准备一个安静房间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要进去。遵命。江灵溪前来拜见圣子。这姑娘比手机壁纸还好看，修仙界真不讲道理，别人修仙升级就算了，怎么连颜值都一起升级？你是千云圣女江灵溪。进来坐吧。没有半点修为，面对我时也没有修士常见的紧张和敬畏。听说你来自一座名为地球的古界。不是古界，就是一个普通世界，那里的人不能修炼，也不会飞。普通世界能生长九转庞龙果，在我们那里，这叫苹果。搞活动还能便宜，能让大地续命的太古仙药，在他的世界竟然按斤售卖，那究竟是一座怎样恐怖的世界？我真不是大能转世，也不是什么禁区传人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。我明白。你信了？前辈既然不愿暴露身份，灵溪不会继续追问。不是我，圣子放心，我会保密。这些人脑补起来，压根儿不给世事活路。九转庞龙果，无法检测的体质，不受仙药药力影响的肉身，还有一座从未在古籍中出现过的神秘世界——地球，或许是一座比太古极具更古老的存在。开启空间门需要消耗吊坠积攒的空间之力，每次开启后至少要10个时辰才能恢复。金手指虽然有限制，但至少能让我回家。开门。闭关研究苹果，勿扰。我在天玄大陆已经待了1夜，地球却只过去10分钟，2个世界的时间流速不同。我靠，穿越还带自动换装！第一次穿越发生在晚上11点47分，如今是11点56分。天玄大陆大约过去10个时辰，地球过去9分钟，换算下来，地球1分钟大约等于天玄大陆1个时辰。这种时间差意味着，我完全可以在地球慢慢采购，再返回天玄大陆。也不用担心失踪太久，引起警察或亲友注意。祖传吊坠，空间穿越，时间差。爷爷，你到底给我留了个什么东西？稳了。看来地球物品只有真正穿过空间门，进入天玄大陆后才会发生异常。这是我目前全部家当。爷爷去世，我辞掉临时工作回老家处理祖宅，房租、车费和生活费花掉大半积蓄。谁能想到，刚穷到只剩几百块，就获得了一条疑似通往修仙界的供应链。小徐，你不是回山上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又下来了？忘哪边？忘买东西了。买什么？水果。苹果5块8一斤，香蕉3块5，橘子6块2。苹果能变成9转庞龙果，那香蕉呢？其他食物又会变成什么？苹果来5斤，香蕉3斤，橘子2斤。你买这么多干什么？送人。送谁？一个比较迷信的老板。拿去上供啊？差不多。送礼别全买便宜的，我这儿还有进口车厘子。开玩笑。青云圣地那些人连5块8的苹果都没见过，没必要一上来就加预算。创业初期，成本控制很重要，先买这些。小徐，你老板要是喜欢，下次直接找我，买的多我给你批发价。批发能便宜多少？苹果5块2，10斤起批。以后可能经常来。
工作确实不错，昨天还是月薪3000的临时工，今天已经开始向修仙界大佬供应太古仙药。万一水果在穿越过程中集体进化，异象太大，容易引起失控。最稳妥的办法是少量测试。开门。生死闭关的地方出事了，立刻通知圣祖。不是，一根香蕉而已，你至于给自己加这么多特效吗？又有天地异象，徐圣子不是才闭关半天吗？昨天是9条金龙，今天又来一尊金身法相，他在洞府里批发异象呢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徐圣子根本不是在闭关，而是在里面随手整理行李？圣子殿下，您没事吧？我说这些只是普通水果，你们信吗？行吧，已经习惯了。圣子，此物是何等神果？香蕉？芭蕉？不是芭蕉，是香蕉。解释不动。此果内蕴含的气血远胜9品淬体丹。不仅如此，它周围有完整的肉身大道法则，若能将其炼化，或许可以铸成传说中的不灭金身。圣子，能否让老夫仔细查看？看吧。没出息的东西！要不我陪你？不必。能鉴定这等神物，是他们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看得出来，这福分挺费法器。金刚菩提果，太古佛门的正宗神果。正是。古籍记载，太古年间有一株菩提母树，生出的果实可助修士洗炼肉身，铸造金身。不过普通金身菩提果呈圆形，圣子拿出的这2枚形状奇特，气血也远胜古籍记载，恐怕是菩提母树真正的祖果。苹果的效果是补充生命力、延长寿命，有相阵。物品在天玄大陆发生返祖后，似乎仍然保留着地球上的部分特性。苹果有营养，所以强化生命本源；香蕉适合补充能量，于是进化成肉身神药。如果这个规律成立，橘子又会有什么效果？圣子，这2枚神果万万不可轻易服用，其中蕴含的气血太过庞大，普通王侯境修士都未必承受得住，需请丹枫以温和灵药调和，再封数10次炼化。昨天我吃掉半个9转庞龙果，也没出什么事。如果地球物品返族后依然把我视为原主人，那么香蕉里的力量应该不会伤害我。正子身份可以震慑明面上的敌人，却不能保证永远安全。这个怎么吃？自然是请老夫先炼制成丹。我是问香蕉怎么剥？剥啊！徐年，不可直接服用。3重。炼体境9重，修炼80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朴实无华的突破方式。从前拎一桶水都觉得累，现在一拳下去，恐怕能直接砸穿石墙。这个能打吗？试力时可承受灵海境巅峰攻击，圣子尽管出手。这个也算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炼体境9重，一拳堪比灵海境，
圣子肉身天赋堪称万古无一。这跟天赋没多大关系，主要是香蕉好。今日之事不得外传，尤其是神果的具体数量与效果，谁敢泄露，按判宗处置。以后切勿当众服用这等至宝。明白。财不露白的道理，我当然懂。圣子，外门弟子周岩求见圣子。我才刚突破，就有人上门挑衅。修仙界的打脸业务，衔接的这么丝滑吗？一个毫无灵根的杂役，凭上交一枚神果就成了圣子。我们苦修多年，历经考核和生死祭炼，也只能一点点往上爬。这差距，谁能服？修炼界以实力为尊，不是谁拿出的礼物贵，谁就能成为圣子。周岩，圣子峰前大声喧哗，你可知罪？弟子并非有意冒犯，但圣子乃未来圣主候选，理应有镇压同代的实力。徐年昨日还没有修为，今日便高居圣子之位，弟子实在不服。弟子请求与圣子一战。圣子身份由圣主亲自测序，岂容你质疑？弟子不敢质疑圣主，弟子只想亲眼看看徐圣子究竟有何过人之处。你就是周岩。正是。昨日还是凡人，今日变成炼体境九重，必然是服用了那枚太古神果。我不服！职场里突然空降一个领导，换谁都要先查查对方是不是老板亲戚。可圣子身份是我主动上交九转盘龙果换来的，今日退一步，明日便会有更多人上门试探。你想怎么比？同境一战，不使用法宝，不借助外力。若你能在我手中撑过10招，我便认可你这位圣子。你拿刀，我空手。不使用法宝，那便都不用兵器。比试过程中，要是不小心把人打伤怎么办？擂台切磋，受伤在所难免。圣子放心，弟子会控制力量，不会伤你性命。不会伤命。好，我接受。比试以切磋为主，不可故意伤人性命。任何一方认输，另一方必须立刻停手。开始。圣子，请闻。连最基本的战斗架势都不会，周师兄一招就能让他倒下。撼山掌！你没事吧？烈地拳！这招是在给我做足底按摩。狂风腿！要不你先下来。他的战斗技巧几乎为零，可速度、力量和肉身强度却全面碾压我。这不是境界差距，是生命层次上的差距。我还没有输！周岩伤不到我，而我若全力出手，很可能把他打死。还打吗？刚才那根手指若再用1分力，蕴含的金色灵力足以瞬间穿透他的护体真气和胸膛。弟子败了。同为炼体境9重，周岩师兄连让他后退半步都做不到，这肉身天赋，先前多有冒犯，请圣子责罚。你已经受伤了，责罚就免了。去丹峰看看吧。圣子不怪我，你只是质疑我的实力，又没下死手。以后想挑战别人，先做个热身，直接拿手拍铁板，多少有点头挺。1天前，他还是毫无修为的凡人；1天后，他已经能以1根手指击败外门前3，而且他并未真正掌握体内力量。这意味着，他刚才展现出的战力只是冰山一角。所谓无灵根，只是他隐藏身份的一种手段。我20年来往为归一的修炼方式。至少以后再遇到赵虎那种人，不需要靠苹果自动护主，自己就能处理。你吃的是何物？香蕉。就是刚才让你一日进入炼体9重的神果。差不多。
你知道它有多珍贵吗？在天玄大陆应该挺珍贵。不是挺珍贵，若此物的效果传到外界，各大圣地会不惜代价争夺。普通修士想将肉身修炼到你如今的程度，需要功法、丹药和数十年苦修，你只用了1枚果实，确实有点猛。你准备把它扔掉？不然呢？果皮中还有残留着浓郁药力，这张果皮至少能炼制10枚6品淬体丹。垃圾还能再利用？这是神果外皮，不是垃圾。你要？你还有多少金身菩提果？那家店里大概还有几十斤，如果去批发市场，应该更多。几十斤？这种在太古时代都足以成为镇宗至宝的神果，在他的世界竟然用斤计算。对于青云圣地而言，那是足以改变宗门命运的无上至宝；对于徐年而言，可能只是饭后水果。你先收起来吧，一会儿让别人看见，容易误会。方才的比试，你为何接受？周元只是外门弟子，凭你的身份，完全可以不理会他。今天不打，明天还会有别人来。我现在是圣子，不可能永远靠圣主和长老替我说话。他们可以因为苹果相信我，普通弟子却没见过苹果的真正价值。堂堂正正击败对手，再给对方留足体面，这份心性远不像一个初入修炼界的凡人。你以前学过战斗？没有。那你最后为何能准确控制力量，只将周延击退？我就是感觉再用力一点，他可能会死。只凭本能便能精准掌控刚刚得到的力量，这还说自己是普通人？别脑补，我真的不是隐世强者。我不会对外透露。在我们那边，一般用来补充维生素 C。维生素 C？ 仅仅看着果实，便能影响我的剑道，这究竟是什么生物？无上剑道气息啊！又是圣子峰，小熊的刚去完，怎么现在轮到我了？原来如此。他从未练过剑，可刚才那道剑气中竟然带着一丝纯粹至极的剑道真意。你一直盯着看，是不是想尝尝？此物太过珍贵，我不能白拿。你刚才不是把香蕉皮都收了吗？这次给你吃点新鲜的。放心，没毒。此物算我欠你一份人情。不用这么正式，你先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神果还会凉？这是无上剑心顿悟。江圣女，不会吃傻了吧？快剑、重剑、杀剑、手剑、友情剑，我修炼20年引以为傲的剑意，与眼前亿万剑道相比，竟像萤火面对皓月。灵犀卡了1年的瓶颈。一子仙夫难抄到手中。
弟子先夫难抄到手中。过去1年，我始终无法突破，并不是悟性不足，而是我修炼无情剑，却做不到真正无情。我在意宗门，在意师尊，在意同门，也在意自己肩负的圣女责任。可我又不断告诉自己，修剑者应当斩断一切杂念，这份自我矛盾才是困住我的枷锁。友情为何不能执剑？大道至简，剑道亦如此。我不斩情，只斩心中不平事。这橘子后劲这么大，圣子，此果究竟是何神物？橘子，橘者极也，莫非是象征大道吉兆，能够不人无道的无上剑果？此果能让人进入顿悟状态，并直视自身剑道。我能突破剑心通明，全靠徐年所赠的一半果肉。多谢圣子赐下机缘，灵犀是剑锋未来，也是青云圣地未来。这份恩情，剑锋必将铭记。一半橘子，不至于。这是青云引气诀，虽然只是基础功法，却最为温和，适合初入修炼者。你如今已经炼体近9重，只要引灵气入丹田，便能开辟灵海。先前我恐怕一个字都看不懂，可刚刚吃下几瓣金霞悟道果，思维正处于异常清明的状态，经络亦未追开圣火，以便一条条的经过。开辟灵海，修炼不可及。普通炼体境修士第一次引气入体，往往需要数日甚至数月，天赋出众者也要半个时辰左右。他只看了1遍功法，便成功了。灵海境1重、2重、3重，这就是修炼，和纯粹肉身力量不同，灵力可以离体，可以操控物品，也可以施展功法。隔空取物，这以后拿外卖方便了。别人踏入灵海境，第一反应都是终于迈上真正修炼之路。他第一反应却是拿外卖方便。这位是青云圣地太上老祖陆苍生，见过老祖。看不透，老夫此来是为道谢。你上交的半枚9转庞龙果，救了老夫一命。已经吃了。上尉，9转庞龙果药力过于惊人，陆峰主正在准备辅助阵法。老祖寿元所剩不多，肉身已经衰败，必须先以温和灵药修复经脉，再炼化仙果。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。这是太上令，持此令牌可以调动青云圣地所有长老以下弟子，宗门禁地藏经阁宝库也可自由进入。这太贵重了吧？与你的救命之恩相比，一枚令牌算不得什么。老夫寿元枯竭后，青云圣地会失去最大的威慑，赤炎圣地、妖族王庭等其他势力必然会趁机发难。你救的不只是老夫，也是整个青云圣地。那我收着。不过调动长老就算了，我连他们名字都没认全。以后会认全的。你会离开青云圣地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你来历神秘，掌握的资源远超青云圣地。圣子之位对普通弟子而言是一步登天的机缘，对你而言可能根本算不上什么。如今我们还能用恩情、身份和诚意把你留下，但若你见识过更广阔的修炼界，
又有谁能保证你不会选择更强大的势力？说到底，双方都没有安全感。青云圣地目前对我很好，可我不可能把全部身家都压在别人的善意上。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大胆的提出来。两个世界的通道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双方想长期合作，最好现在就把规则讲清楚。我暂时不会离开，青云圣地救过我，也没有抢我的东西，只要宗门不亏待我，我没有理由去别的地方。你有什么要求可以现在提出？第一，圣子峰以后是我的私人区域，除了我允许的人，任何人不能进入内殿，包括长老和圣主。可以。第二，我需要自由出入青云圣地，不管我什么时候离开，什么时候回来，都不要拦我，也不要派人跟踪。可以，但你离开前最好留下传讯方式。如今外界已经知道青云圣地出现太古仙药，你若独自外出，很容易遭到袭击。我会注意。第三，不要追问我的货源，我愿意说的时候自然会说，我不愿意说，就算你们问了，我也不会回答。地球与祖传吊坠是我最大的秘密，即使顾长青现在表现得值得信任，我也不可能主动交底。本座答应。小徐，你昨天不是刚买了10斤水果吗？这么快吃完了？老板那边人多，水果不够分。看来你碰上大客户了。今天还要苹果？苹果先不买。鸡蛋怎么卖？普通的8块1斤，土鸡蛋1块5一个。普通苹果和香蕉都能反祖成无上神果，鸡蛋应该也不会因为便宜就效果打折，没必要买土鸡蛋增加成本。普通鸡蛋来20个，再来1斤西红柿。你那个老板还缺不缺人？我看你这采购量，他生意挺大呀。确实挺大，有员工宿舍，包吃包住。工资怎么样？暂时不发人民币。拿我逗乐呢。苹果能续命，香蕉能炼体，橘子能悟道，鸡蛋总不能直接变成神兽吧？鸡蛋就是鸡蛋，顶多反祖成某种大补灵蛋，吃下去增加修为或者强化血脉，总不能真孵出凤凰。啊！凤凰，真正的凤凰，圣子峰又出东西了！不是哥们儿，我就想炒个西红柿鸡蛋，你给我整出个活的？鸡蛋还没孵出来就开始找吃的，要不吃点米？还好吃大米养得起，要是刚出生就要求吃龙肝凤髓，我只能把蛋重新塞回地球。太古神皇卵，这竟然是一枚拥有完整生命气息的太古神皇卵。九转盘龙果能够为青云圣地延续底蕴，金身菩提果能够培养天骄。可一只真正成长起来的太古神皇，足以镇压一座圣地数万年。徐年，这也是你从地球带来的？菜市场买的，8块钱1斤。啊！这些都会化作神皇？应该不会吧？可能只有第一枚比较特殊。太古神皇何等稀有，能出现1枚已是逆天机缘。若整整20枚鸡蛋全部孵出凤凰，那就不是机缘，而是天道直接给青云圣地开后门。凤凰，老夫闻到了太古神皇的气息，谁都别动！这只鸟，老夫亲自来养。太上老祖，秦老祖不是必死关了吗？看样子他现在又不想死了。凤凰在哪儿？那好像是棺材底。纯血神皇，不是杂蟹火鸟，也不是返祖青鸾，这气息真的是太古时期便已绝迹的纯血神皇。您不是在必死关吗？不必了。伤势怎么办？先放一放。生死呢？也可以放一放，养鸟要紧。老祖，这并不是普通灵鸟，普通鸟能把老夫从棺材里叫出来吗？从现在开始，圣子峰列为最高禁地，没有徐年允许，任何人不得靠近神卵100丈，不得以神识窥探，不得随意触摸，更不准大声喧哗，吓到孩子。秦老祖，
凤凰神卵是圣子带来的，当然该由圣子决定如何处置。于小友，老夫刚才过于激动，险些忘了此卵有主。你放心，老夫绝无强抢之意，只是神皇孵化需要庞大的火属性灵气，还要有人时刻照看。老夫虽然受过一点小伤，但养一只幼晃还是没问题的。圣境本源破裂，寿元只剩几十年，这也叫一点小伤？只要老夫还有一口气，谁敢伤害这枚神卵，便先从老夫的尸体上踏过去。老祖以前养过鸟，年轻时，老夫曾养过一只青羽雀，它血脉普通，陪老夫修炼了200多年。后来老夫遭人围杀，它为了替老夫挡住一击，死在了天绝谷。这枚神卵刚才发出的凤鸣，与它最后一次叫声很像，老夫在关中听见，便忍不住出来了。对方虽然活了上千年，却没有把所有感情都修炼没。一只陪伴过他的普通灵鸟，他记了800年。行，孵化方面我确实不懂，老祖可以帮我照看，但有一件事必须提前说好。你说，他是我带来的，将来孵化以后，去留由他自己决定，谁也不能因为他是神兽，强迫他成为青云圣地的护宗神兽。修炼界的神兽幼崽，往往会被宗门提前种下契约。他明明有机会控制一只太古神环，却主动放弃了这种手段。应该如此，神皇有神皇的骄傲，青云圣地想得到他的认可，便该用真心对他，而不是用契约束缚。这是老夫的九阳运生阵，能够模拟神皇所需的火域环境。他喜欢，老夫就知道他肯定喜欢。又饿了。这是何等神谷，蕴含的生命精气竟比6品灵米还纯。普通大米，超市买的，30多块钱一袋。神皇幼崽喜食普通大米，以后必须多准备。传令下去，封锁圣子峰，任何人不得泄露神卵位置和具体情况。李圣主，赤焰圣地使团到达山门，赤焰神子爷无尽亲自带队，他们声称前来拜访圣女，商议2大圣地联姻之事。拜访圣女，我看他们是闻着凤凰味儿来的。这位便是青云圣地新立的圣子。有事，我身为赤炎神子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年轻一代见了都要保持敬意。许年不仅没有起身，语气还如此随意。晚辈言无尽，拜见顾圣主。此次前来是奉家父之命，与青云圣地商议联姻之事。我何时同意过联姻？江圣女不必急着拒绝。青云圣地与赤炎圣地世代交好，你我皆为2宗继承人，若能结为道侣，不仅是一桩佳话，也能让2大圣地结成同盟。青云圣地从未答应过此事。8品金焰灵芝，圣阶下品法宝赤霞剑，再加1万上品灵石，这些便是赤炎圣地的聘礼。我对联姻没有兴趣。江圣女何必拒绝得如此干脆？莫非是因为这位新任圣子？关我什么事？听闻徐圣子昨日还是一名杂役，今日便被册立为圣子。江圣女更是在圣子峰获得机缘，突破剑心境界。外界如今都在传你们2人关系非同一般。我只是给江灵溪吃了一半橘子，怎么传到外面就快进到关系非同一般了？修仙界的绯闻媒体效率也太快了。我的事情轮不到外界议论。晚辈听闻青云圣地今日有凤凰异象降临，赤炎圣地修行火道，与凤凰一族颇有渊源。家父担心青云圣地没有培育神禽的经验，特意命我前来协助。不过是宗门老祖修炼功法引发的异象，并无凤凰。顾圣主何必隐瞒？凤凰虚影覆盖数百里，万禽朝拜，赤炎圣地的族火都因此产生感应，那绝不可能是普通功法异象。太古神皇乃火道至尊，若青云圣地真的得到凤凰神卵，与其因不懂孵化之名令神卵受损，不如交给赤炎圣地培养。我宗愿意共享1半凤凰气运。先求亲，再把蛋拿走。也可将江圣女与炎神子的婚事提前定下。如此一来，凤凰归属2宗，岂不是2全其美？最后还要表示愿意分1半凤凰气运，已经很大方。这不是空手套白狼，这是空手想套凤凰。青云圣地并无凤凰神卵，即便有，也轮不到赤炎圣地处置。顾圣主，凤凰乃天地神兽，不是某一宗门的私产。若因为青云圣地的固执让神皇血脉断绝，这份因果，你们恐怕承担不起。好大的口气！老夫还没死，
赤炎圣地就敢跑到这里教青云圣地做事了？秦九霄，你竟然还活着！怎么，很失望？秦老祖误会了，赤炎圣地并无恶意，我们只是想确认神皇安全。既然青云圣地不愿承认，晚辈也不强求。不过晚辈还有一事，我听闻徐圣子虽然身份尊贵，修为却只有灵海境。晚辈身为赤焰神子，想与徐圣子切磋一番，也算两宗年轻一代之间的交流。烟雾界已经是神通境6重，徐年才刚开辟灵海，双方相差2个大境界，这根本不是切磋，而是故意羞辱。徐圣子放心，我会将修为压制在灵海境3重，只比战斗技巧与火道掌控。为什么找我？我只是想知道，能让江圣女另眼相看的人，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？你是不是想多了？他就吃了我一半橘子，江圣女何等身份，岂会收你普通果物？我确实吃了，很好吃。好吃就好吃，怎么偏偏现在补这一句？那绝不可能只是一半普通橘子。江灵溪的剑道突破必然与他有关，凤凰异象同样出在圣子峰，所有事情都指向这个突然出现的神秘圣子。徐圣子，你不敢接受？不好，弹裂了！刚才离开圣子峰前，凤凰神卵还十分稳定，怎么会突然裂开？果然有蛋。跟上！怎么会这么快？神皇孵化需要吸收海量能量，九阳运生阵才开启半日，根本不够。不是真正孵化，他是感受到外界威胁，想强行破壳。外界威胁？滚出去！秦老祖，这只是巧合。神皇出世乃天地大事，我赤炎圣地精通火道，正好可以相助。相助？你们修炼的吞灵火经，专门掠夺火系灵兽本源。若不是你们突然靠近神卵，岂会受到刺激？纯血神皇，竟然真是纯血神皇！若能将其收服，赤炎圣地的实力必将暴涨。若无法收服，炼化他的凤凰本源，也足以让我的赤焰神体完成蜕变。秦老祖言重了，晚辈只是想帮忙。神皇强行破壳，若没有庞大火属性力量补充，必然会先天不足。晚辈体内有赤焰圣火，愿将一部分本源送入神卵，助他顺利出世。不可，赤炎圣火中带有严家血脉印记，一旦送入神卵，言无尽便能借此与神皇建立联系。顾圣主未免把晚辈想得太过卑劣。老祖不可，你的本源本就破裂，再强行输送力量，必然伤及寿元。难道让老夫眼睁睁看着他死？害怕。圣子小心，凤凰破壳时的先天神火，连王侯境都无法抵挡。你是不是饿了？吃大米、苹果、香蕉。他现在需要的不是普通生命力，而是能让他完成最终孵化的火属性本源。这个也变了，好纯粹的太阳之力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太阳神火种？我修炼火道20多年，体内赤炎圣火是赤炎圣地最强火种之一，可在徐年手中那件透明小物面前，我的圣火竟然开始颤抖，不是激动，而是畏惧。我的赤炎圣火在这簇火苗面前竟连燃烧的资格都……真的是太阳神火！圣子，快将它送入阵法！总不能直接烤弹，这个火你能吸收吗？已经没有机会借机种下赤炎印记，但一只刚刚出世的凤凰幼崽，实力必然有限，只要趁乱将其夺走。待凤凰出世，立刻动手。老祖有令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必须把神皇带回赤炎圣地。外卖员，你叫我什么？娘，我找到娘了。那是商标。你把我娘装在盒子上，果然是外卖员。凤凰出生第一天就认错爹妈，这个神兽开局多少有点不太聪明。放下我娘！那真不是你娘，这是一只普通母鸡。普通？对，
那我为什么从他肚子里出来？你是从鸡蛋里出来的，不是从包装盒里出来的。鸡蛋是谁下的？母鸡。所以她就是我娘。逻辑虽然哪里都不对，可偏偏形成了一个闭环。我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反驳。刚出生便能口吐人言，不愧是纯血神皇，而且思维敏捷，条理清晰。老祖，你确定这是条理清晰？神兽的思维岂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？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这话怎么那么像家长给熊孩子找补？小家伙，老夫给你准备了9阳火玉，还有7种火属性灵果，如何？你是谁？老夫秦九霄。秦九霄是什么？能吃吗？不能。哼，那你没用。外卖员饭。你先换个称呼。还要？我不是外卖员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把你带过来的人。人贩子。普通鸡蛋进入天玄大陆返祖时，是不是只反了血脉，忘了反智商？放肆！神皇事关赤炎圣地未来，今日无论如何都必须带走。这是什么？抓你的！抓我？本皇刚出生，饭还没吃饱，你们就要抓我？怎么可能？锁灵天罗能免疫大部分火焰，这只是一个刚出世的幼崽。太古神皇生而执掌万火，你拿一张破网去抓他，和用纸包太阳有什么区别？小家伙，先把火收了，烧死他倒是无所谓，别把圣子峰的地砖弄坏了。敢抓本皇，烧死活该！刚出生就杀人，不好。还要抓我？那就教训一顿，没必要真烧死。我带来的护道长老可是王侯境强者，竟然被一只刚出世的小凤凰随口喷出的火焰烧成这样。纯血神皇的力量比赤炎圣地预想中更加恐怖。徐年，这只神皇并未与你签订契约，它不属于你。天地神兽有能者居之。你们抢东西之前话术还挺完整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神皇落在你一个灵海境修士手中，只会埋没他的血脉。赤炎圣地有完整火道传承，只有我们才能让他真正成长起来。你很强吗？我乃赤炎圣地当代神子，身负赤炎神体，24岁便踏入神通境。整个东荒年轻一代能胜我的人不超过5指之数。有饭吗？赤炎圣地有无数火属性灵药，有这个好吃吗？只要你跟我走，赤炎圣地所有火力资源任你取用。你想去可以去，觉得不合适再回来。你不留我，你又不是我的宠物，想去哪里是你的自由。许多人族见到神兽幼崽后的第一反应便是签订主仆契约，这个人没有这么做，甚至愿意让我自己选择。果然，神兽终究会选择真正强大的主人。随我回赤炎圣地，我会让你成为东荒最强神兽。你在找什么？饭？现在没有？没有。那你刚才说那么多干什么？画饼？这词他从哪里学的？畜生！你叫谁畜生？他没饭，脾气还大，本皇不去。火候正好，熟了，抬走吧。徐年，今日之辱我记住了。烧你的是他，你记我干什么？赤炎圣地使团拜访青云圣地，意图夺取凤凰神卵，最终被青云强者击退。听说了吗？赤炎神子强抢青云圣女，又觊觎神皇，被徐年一招镇压。诸位可知，青云圣地那位徐圣子，一只手抱着凤凰，一只手镇压赤炎圣地3位老祖。不对吧？赤炎圣地只去了2个护道长老。你懂什么？那2个只是明面上的。暗中还有12位圣境强者，被徐圣子一个眼神全部吓退。我怎么听说徐圣子真实身份是太古禁区少主？何止！有人亲眼看见他拿太古仙药喂鸟，凤凰吃完以后当场认他为父。玄天城几位说书先生连夜编排新故事，无灵根杂役一夜成圣子，半枚仙果换来一座圣地，霸道圣子与高冷圣女不得不说的秘密，
谁编的？玄天城一位姓陈的说书人。能让他别乱说吗？第3册都卖完了。修仙界没有网络，但这谣言传播速度比有网络还快。短短3天，青云圣地已经收到上百封拜帖，有人想购买太古仙药，有人想见识凤凰神兽，也有人对圣子来历产生兴趣。暂不接待，一切等陆老祖出关再说。本皇闻一下。蛋总，本皇不叫蛋总，那你叫什么？凤凰。凤凰是种族，不是名字。那叫神话。一样，你从蛋里出来，又总是一副领导架势，叫蛋总挺合适。总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厉害，能管很多人。那本皇以后就叫蛋总。你是本皇的外卖员，秦九霄是本皇的铲屎官。不对，本皇不拉屎，那他是喂饭的。至少有职位了，比没用强。你输了。你是不是用了神通境修为？我压制在灵海境3重。那为什么我一次都碰不到你？因为你空有力量，不会使用。同境界修士中，战斗经验、功法、法宝和对力量的控制，同样会决定胜负。你现在能击败普通灵海境修士，若遇到真正的宗门天骄，很可能会吃亏。我最大的优点，便是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。水果给了我强大肉身和修为，但不会自动把战斗经验塞进脑子。外挂可以缩短成长时间，却不能代替脑子。休息一会儿。太弱了，你连这个女人都打不过。当然，她也就1分。外卖员，他要打你啊！你少说2句。是不是有人偷袭？妖族王庭派出使团，3日后抵达青云圣地。妖族来做什么？凤凰异象出现后，妖族王庭认为青云圣地隐藏了一只神兽，他们声称要与神兽交流，实际目的应该是试探。妖族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妖兽？你也是妖族。本皇是神兽，跟食材不是一个分类。妖族使团还没来，这只凤凰已经开始研究菜单了。大黄，我已经消失了好几个小时，按照2个世界的时间差，地球虽然只过去一小会儿，但大黄平日里粘人的很，一旦发现我不在祖宅，肯定会满山乱找。境界提升到灵海境后，空间门已经更加稳定，携带物品上限也从50斤提升到了100斤。我想看看能否携带活物，我需要离开一会儿。妖族3日后抵达。你最好在此之前回来。你在这里待着，我要回一趟家。家里有饭吗？有。本皇也去。今天不行。那你要给本皇带饭，我要黄色的果子、橙色的果子，还有会冒泡的黑水。知道了。大黄，大黄是爷爷养的土狗，今年5岁，黄毛、黑鼻子，耳朵半立不立，长得谈不上威风，却十分聪明。爷爷去世后，大黄变成了祖宅里唯一陪着我的活物。大黄，大黄，行了行了，我没事。怎么了？你闻到蛋总的味儿了？蛋总是一只鸟。出去偷吃，不带他，现在必须补偿。我不是去吃东西，我是去了另一个世界，那里的人会飞，有修仙者，还有一只刚孵出来的凤凰。你想去吗？你听懂了？吊坠之前给出的信息是，暂时无法携带活物，不过那是在我还没有修为时。如今踏入灵海境，空间门已经稳定许多。或许限制已经解除，还是不行。别乱钻，这东西可能不让活物通过。携带活物需要满足2个条件：第一，活物完全信任吊坠持有者；第二，持有者修为足以保护活物通过空间乱流。我目前修为仍然不足，但若被携带者与我存在长期情感联系，可以由吊坠主动分担部分压力。大黄从小被爷爷养大，与我相处也有5年。信任自然没有问题，真正的风险是空间通道能否承受。身体组织可以，
完整活体存在排斥。看来只要我带着你，确实有机会。但我先说好，过去之后千万不能乱跑，那里有很多东西，一口就能把你吃了。你一只土狗，还挺有自信。准备好了吗？要是害怕就闭眼。慢点，跟着我走。大黄，别冲！还好。真龙血脉，这只狗居然是条龙！血脉是返祖了，叫声看来没来得及更新。真龙，世间竟然还有纯正真龙血脉！太古时期，龙族统御万兽，可上古大战后，纯血真龙早已销声匿迹。如今所谓龙族，大多只是有一丝龙血的蛟蟒，即便妖族王庭供奉的金角蛟皇，也只敢自称蛟龙，不敢冠以真龙之名。又是圣子峰！徐圣子到底从哪里弄来的神兽？前几天刚孵出一只凤凰，今天又整出一条真龙。照这个速度，青云圣地迟早得改成动物园。大黄，还好，狗还是那条狗，只不过血统突然高的有点吓人。奇怪，它明明觉醒了祖龙血脉，为什么还是一条狗？看什么？本皇只是实话实说。你干什么？松嘴！这是本皇的神语。大黄，本皇要烤了他！都停下！刚见面就打架，你们两个是神兽，不是拆迁队。是他先咬本皇。他说什么？我也听不懂，但听语气应该没说好话。大黄体内确实有一道强大至极的龙族本源，但这层本源并未改变它原本形态，反而与它的血肉、神魂完美融合。这意味着它不是被外力改造成龙族，而是本身便拥有龙族血脉。虚年，他在地球是什么身份？我家的土狗。土狗就是普通家犬。普通家犬竟然拥有纯正祖龙血脉，看来地球确实不是普通世界。地球上这些东西到底普通不普通，已经不是我耍算。真龙呢？刚才的真龙在哪里？这是狗。你再仔细看看。他想做什么？你身上是不是带吃的了？有一些喂养灵兽的肉干，还要……这些可不是普通肉干，这是用5阶妖兽精肉炼制的灵兽口粮，平常1块便足够一头成年灵兽消化数日。祖龙血脉，果然恐怖。圣子，能否将它交给灵兽峰培养？不行，他是本皇的小弟。怎么，本皇比你先来，自然是老大。本皇今日刚吃饱，不宜打架。大黄可以去灵兽峰玩，但不能把他关起来，也不能强迫他修炼。圣子放心，灵兽峰拥有青云圣地最完善的灵兽修炼场所，他想去哪里便去哪里，绝不会受到任何束缚。要不要出去玩？去吧，别乱咬东西。天生御空，不愧是祖龙血脉。大王，那是宗门灵鹤，不是会飞的鸡。我忽然有种不祥预感。大黄觉醒真龙血脉后，实力确实强了，但狗脾气好像也跟着加强了。青云圣地已经为诸位准备好住处，
还请银月妖王先行休息。本王此行只为2件事：第一，拜访引发百鸟朝皇异象的神兽；第二，确认3日前的真龙威压来自何处。妖族果然感应到了大皇的龙威。银月妖王远道而来，青云圣地自当欢迎。但神兽并非宗门物品，是否愿意见你们，要看他们自己的意思。顾圣主这是承认青云圣地确实有纯血神兽，本座没有承认什么。妖王想见，便先入宗再说。灵海境4主，肉身强横，体内隐藏着2种极其古老的神药气息，但无论怎么看，他都只是人族。你便是徐年？是我。听说那只凤凰由你带到青云圣地？是。真龙呢？在灵兽峰玩。能否请他前来一见？已经让人去找了，不过他最近玩疯了，愿不愿意来，我也不能保证。哼，装神弄鬼！你在说我？真龙早已灭绝数万年，你们青云圣地突然放出一道龙威，便声称有真龙现世，谁知道是不是用阵法制造出来的假象？听说那只所谓真龙，原本只是你养的一条黄狗。不错。荒唐！龙族乃万兽至尊，你竟敢拿一条低贱家犬冒充真龙！大皇，那是6阶暴熊的腿骨，你不能整根叼走。我体内的银月狼血脉正在颤抖，即便面对妖族王庭之主，我也从未产生过如此强烈的臣服冲动。纯血真龙，这绝对是纯血真龙。这几天没闯祸吧？3天时间，他吹散了7次灵鹤，绕开了一座储存兽的仓库，还把灵兽峰供奉数百年的一尊龙形石像尿了。严格来说，不能算没闯祸，只能说灵兽峰还在。回头再算账。我乃黑甲西族少主，怎么可能向一条黄狗低头？他不是龙，他只是修炼了某种龙族功法，或者吞噬过龙族精血。真正的龙族怎么可能保留如此卑贱的犬形？怎么？你还想与我一战？大皇，厉害！他在给妖族划地盘。你找死！门神，住手！蛮山是神通境3重，肉身力量在妖族年轻一代中足以排进前10，如今却被一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黄狗单爪压得无法起身。更恐怖的是，大黄身上依然没有明显修为波动，他使用的只是血脉本能。我原本担心大黄被欺负，现在看来，应该担心的是对面。打他，让他知道谁才是卑贱血脉。他让你叫龙爷，你真听得懂？听不懂，但这种时候一般都这么说。我不服，区一条黄狗怎么可能镇压我？黑息真身！再大一点，这么大的坐骑，骑出去肯定拉风。滚下去！这不可能！我的血脉，刚才他不是依靠力量压制了我，而是我体内的血脉根本不敢对他出手。黑甲西族那一丝引以为傲的魁龙血脉，在真正的祖龙血脉面前，连孙子都算不上。叫龙爷，你能不能换一句？那叫龙族。龙族，这个称呼虽然夸张，却并非没有道理。如果大黄体内真是纯正祖龙血脉，那么如今东荒绝大多数拥有龙族血脉的妖兽，理论上都可以算他的后代。我是黑甲西族少主，我父亲是妖族王庭12大族长之一，让我向一条狗低头，绝不可能！1、2、3，他还挺讲礼貌，知道让客人3叩9拜。够了。妖族王庭银月狼族银月，拜见真龙大人。银月妖王，你怎么能像一条……闭嘴！
真龙血脉，岂容你一再侮辱？你若再敢出言不逊，本王便亲自废了你的少主之位。徐圣子，可否告知真龙大人来自何处？我家院子。本王是问他的祖地在何处？还是我家院子。他出生在院子旁边的柴房里，小时候喜欢在墙角挖洞，有一次还掉进粪坑，洗了3遍都还有味儿。事实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地球上一条出生在普通院落中的家犬都能拥有祖龙血脉，那片世界究竟隐藏着多少太古神兽？未来会不会还有白虎、玄武？地球绝不是什么普通世界，它极可能是传说中万兽共同的起源之地。徐圣子，妖族王庭希望邀请真龙大人前往万妖城，王庭中保存着大量龙族遗迹，也有适合真龙修炼的资源。只要真龙大人愿意前往，妖族王庭愿奉他为龙族。包吃吗？妖族王庭拥有东荒最大的灵兽牧场，7阶以下妖兽精肉可以任由真龙大人享用。王庭还愿意献上10条灵石矿脉、3座上古龙族遗迹以及万兽朝拜图作为见面礼。去不去，由他自己决定。想去吗？既然真龙大人不愿离开，妖族王庭可以将礼物送到青云圣地，只希望今后王庭中的龙翼妖族能够有机会拜见龙族。这要看他愿不愿意见。他可能想和你握手。他让你叫龙爷。龙爷，外卖员，本皇也要当祖宗。你先把饭钱结了。本皇还小，不能打重工。别的神兽传承里都是无上神通，这2个家伙的传承里怎么全是歪理？龙祖大人对万兽朝拜图可还满意？这么多妖兽，怎么全是画的？不能吃有什么用？这几箱妖兽精肉留在圣子峰，剩下的全部送去灵兽峰。这个能吃吗？不能。那这个呢？也不能。先别吃，这是样品。本皇已经验过很多次了，没毒，可以放心卖。我的意思是，要统计不同物品进入天玄大陆后的变化。苹果、9转盘龙果、香蕉、金身菩提果、普通鸡蛋、太古神黄、土狗祖龙血脉、大米蕴含浓郁生命精气、打火机太阳神火种。想到什么便买什么，这种方式前期还行，以后若要建立稳定交易，仅凭随机采购肯定不够。丹峰需要提升生命力，帮助突破的灵药。战锋需要淬炼体魄的神物，剑锋需要悟道资源，灵兽锋需要能够提升血脉的食物。不同锋脉需求完全不同，修仙不只是打打杀杀，还得讲供应链。什么是供应链？就是让你以后每天都有饭吃。这个很重要，本皇支持。水果、蔬菜、主食、零食用饮料，活物风险最高。大黄能够穿越，是因为他与我相处多年，彼此完全信任。换成其他动物，未必能成功通过空间通道。而且地球普通动物来到天玄大陆后，极可能觉醒强大血脉。若性格凶残或不受控制，反而会制造灾难。水果目前最安全，效果也最稳定。苹果、香蕉和橘子都已验证，其他水果可以逐一测试。火龙果、西瓜、葡萄、梨、桃子。苹果和香蕉的进化效果都与名字和特性有一定关系。火龙果带火还带龙，是火龙下的蛋吗？不是。那为什么叫火龙果？可能因为外皮像火焰。虚假宣传。你也想吃？第一批重点测试，大黄刚觉醒祖龙血脉，火龙果若真能进化成龙族神物，也许可以帮助他进一步成长。同时，我虽然拥有灵海境修为和强悍肉身，却缺少真正攻击手段。金霞悟道果能让我快速理解功法，但想学一门强大神通，
需要先去藏经阁寻找。若火龙果能直接赋予火系能力，倒是省了不少时间。青云圣地给了10万下品灵石，妖族送来的10条矿魅暂时不能变现，地球账户只剩400多块，钱不算多，但仅仅购买水果蔬菜足够完成初期测试。更大的问题是运输。我突破临海境后，吊坠单次携带上限提升到100斤，100斤听起来不少，若要供应一座圣地，连1天的量都不够。想扩大空间，只能继续提升修为，所以还是要升级，不能只靠卖货，自己实力不够，货越多越危险。太古仙药的诱惑，连圣境强者都未必能够抵挡，将所有安全都寄托在别人身上，迟早会出事。这只是一门基础功法，修炼到临海境还算够用，进入神通境后便会显得薄弱。我需要一门真正适合自己的功法，最好还能搭配强大攻击神通。明天去藏经阁，今天先回地球进货。本皇也去。不行。为什么？空间通道还不能稳定带你。大黄穿越时，我的灵力差点被抽空，你的血脉比大黄更强，穿越压力只会更大。本皇比他轻。我说的是重量，不是实力。都留在这里，我很快回来。那我要火龙果，大黄也要，还有会冒泡的黑水、黄色果子、橙色果子，最好再来点肉。这哪是进货，分明是给2个祖宗跑腿。多买一点，别抠。钱从你的饭钱里抠。少买一点，节约是美德。7点。便利店水果种类少，价格也偏高，想长期采购，还得找批发商。火龙果怎么卖？红心8块，白眼6块。买1箱能便宜吗？小伙子做水果生意，刚开始。1箱20斤，红心120，白线90。既然要测试，当然选择看起来更像活的。哎，还要别的吗？西瓜太重，1个便可能占据大半携带重量。榴莲价格高，气味也容易引发事故。目前最需要的是火属性生物。辣椒怎么卖？辣椒不在水果摊，蔬菜区往里面走。火龙果若效果不理想，还可以试试辣椒，反正都与火有关。地球账户余额再次缩水，天玄大陆坐拥10条灵石矿脉，地球账户却快跌破200，这个反差多少有点离谱。储物界本身能够通过空间门，只要内部物品总重不超过吊坠上限，便不会受到排斥。太古炎龙果，蕴含太古炎龙一族的本源之力，炼化后可淬炼火灵之体，并有机会觉醒炎龙神通。规律果然没错。火龙果进入天玄大陆后，真的与火和龙产生了联系。这是本皇的！你敢抢？本皇是火系神兽，它应该归我。有龙子了不起，本皇还带皇字呢。都别抢，第1颗是测试样品，我要先弄清楚效果。本皇可以帮你试。你刚出生3天，万一吃坏了怎么办？本神皇百毒不侵。你昨天喝可乐还打嗝，那是本皇在修炼雷法。我已经服用过9转庞龙果、金身菩提果和金霞悟道果，事实证明，地球返祖神物不会伤害我，而太古炎龙果恰好能弥补我缺少攻击神通的问题。这枚果实，我准备自己吃。果实中有完整炎龙本源，若直接吞服，火焰可能会焚毁经脉。圣子最好先让老夫取下一小部分，炼制成温和丹药。没必要，前几次也没事。太古炎龙法相，
圣子没有修炼任何火道功法，竟直接凝聚出了法相。灵海境4重、5重、6重。炎龙焚天，这个能是吗？老夫这道结界可以抵挡王侯境。终于有一门像样的攻击技能了，这个效果不错，以后可以多进一点。能让人直接觉醒太古神通的神果，到了圣子嘴里，评价只有4个字：效果不错。现在可以给本荒吃了吧？圣子正在以内天地炼化炎龙道种，大家安静。我只是卡牙了。大道至简，圣子不必解释。神通是觉醒了，但青云圣地大佬的脑补病明显还没有治疗方案。此之事是炎无界年轻气盛，护道长老擅自出手，也已经受到宗门严惩。这些东西算赤炎圣地给青云圣地的补偿。赤炎神子意图抢夺神皇，一位王侯境护道者更是在青云圣地内动用禁器。严长老觉得这些东西足够接过此事，神皇并未受到伤害。反倒是我赤贤圣地护道长老重伤垂死，炎无学也被凤凰真火所伤，青云圣地并没有实际损失。按照你的意思，强抢失败，反而是你们受委屈了。赤炎圣地愿意补偿，已经足够表明诚意。不过此次前来，老夫还有一事需要确认。何事？昨日赤炎圣地祖火出现异常。供奉在祖火殿中的9道圣火同时朝着青云圣方向低伏，宗门老祖怀疑青云圣地有人窃取了我赤炎圣地的火道气运。严长老，说话要有证据。赤行圣地自己的火焰出现问题，与青云圣地何干？老夫听说昨日圣子峰出现了太古炎龙异象，徐圣子更是突然掌握了一种强大火系神通，时间如此巧合，顾圣主难道不觉得可疑？赤县圣地的族火感应到太古炎龙果被血脉卫门压制，结果他们不敢承认自己的族火低头，便跑来怀疑别人偷气运。这种逻辑与考试没搞好怪桌子不平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你想怎么确认？很简单，老夫带来了赤炎圣地的族火投影，若徐圣子的火焰与赤炎圣地无关，族火自然不会产生反应。若两种火焰存在同源之处，可以，不过要是证明我的火焰与你们无关呢？老夫自然会代表赤贤圣地正式向青云圣地道歉。口头道歉就算了，我赢了，你们留下3万上品灵石。可以，若证明徐仲子的火焰源于赤炎族火，你必须交出修炼功法，并随老夫前往赤炎圣地接受调查。你们算盘打得挺响，我在青云圣地都听见了。徐圣子不敢，赌注不对等。想让我交出神通，可以，你们输了，就再加1条灵石矿怪。此令可以调动赤贤圣元的名下的1条中型灵石矿鬼，老夫答应。太古炎龙果的力量，本座亲眼见过。赤炎圣地族火虽然强大，却绝不可能与太古炎龙本源相比。这场赌局，青云圣地没有输的可能。这便是赤炎族火的一道投影。赤炎圣地开宗祖师曾收集9种太古兽火，融合成赤炎族火，它传承万年不灭，乃东荒火道第1圣火。徐圣子，请吧。这火苗太小了，只有豆粒大小，
无论温度还是气势，看起来都远远不如赤焰族火。就凭这点火焰，也敢与族火相比？恐怕刚靠近祭坛，就会被族火直接吞噬。就这点火苗，也敢在族火面前班门弄斧？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你们说的同源反应。太古时代，万火有主，龙族之中有一脉诞生于太阳神域，其焰可焚天，其威可御万火，久受臣服，圣火叩首，名为太古炎龙。这不是赤焰圣火，这是火道祖源。起！还是吗？再试下去，族火投影恐怕会当场叛变。够了，徐正子的火焰与赤炎圣地绝无关系，方才是老夫判断有误。不只是判断有误，还有赌注。老夫愿赌服输。这矿脉令牌与妖族王庭送来的矿脉契约类似，只要交给青云圣地，便能够完成矿脉转交。火龙果成本8块一个，换来3万上品灵石和一条矿脉，这利润已经不是暴利，属于在经济学课本上看一眼都要被单独打码的程度。徐圣子，老夫有一个不情之请。既然知道不情，为什么还请？老夫活了600多年，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么不按套路接话的人。老夫想请徐正子赐下1缕火种，赤炎圣地愿意用同等价值的资源交换。太古炎龙火已经融入我的灵海，强行分割火种，很可能损伤自身。更何况，赤炎圣地前几天才想抢蛋，今天又跑来碰瓷，火种不能给。老夫并非想要完整族火，只需要一丝火道气息。赤焰族火传承万年，已经多年没有提升。若能参悟太古炎龙的火道本源，或许能让族火完成一次蜕变。火种不能给，不过以后可以交易火属性神物。徐圣子手中还有其他火道至宝，这个算吗？太古炎龙果，传说中炎龙一族以自身本源浇灌万年，才能诞生一枚的无上神果。徐圣子，此果可愿出售？这颗我已经吃过了，无妨。老夫的意思是，神物无瑕，即便只剩下一部分，价值依旧无法公量。可以卖，不过不是现在。等我以后货多了，会统一定价。到时候青云圣地和赤野圣地都可以买。货多了，这种级别的神果，徐年以后还能拿出更多。之前赤贤圣地一直认为徐年只是偶然得到几件太古遗宝，可九转庞龙果、凤凰神卵、真龙血脉和太古炎龙果接连出现，再说是偶然，连鬼都不信。徐年背后必然存在着一处完整的太古祖地，甚至站着一尊无法想象的古老存在。徐前辈，之前多有冒犯，还请前辈勿怪。你叫什么？前辈，能够随手拿出火道祖源之人，真实年龄绝不可能只有20多岁。徐前辈年轻的外表，多半只是返老还童后的伪装，甚至所谓灵海境修为，也只是游戏人间时展现的一层假境界。我真不是前辈。晚辈明白，您不愿暴露身份。这病会传染。赤焰圣地的人刚来半天，也开始脑补了。
前辈方才以牙齿炼化炎龙道种的手段，令晚辈大开眼界。我真是卡牙了。大道无形，晚辈受教。炎龙祖术，前辈随口吐出的一枚道种，竟能孕育火道祖术。这玩意儿种地里能长毁龙果吗？若能成长，何止是结出神果，它甚至可以孕育一方火道圣域。看来以后吃水果，籽不能随便吐，吐得好是一座药园，吐不好可能改造地形。前辈，赤炎圣地愿意与徐前辈长期合作。日后若有火道神物，请务必优先考虑赤炎圣地。赤炎圣地向来骄傲，能让他们主动低头的人，东荒屈指可数。只要赌注给的痛快，大家还是可以做生意的。禀圣主，百草商会的使团已经到达山门，他们听闻圣子成立商会，特意送来一批药材作为贺礼。百草商会，他们的消息倒是灵通。最近想与我交易的势力太多，一家药材商会前来示好，并不奇怪。徐年，太古仙药，很快就是万毒宗的了。青云圣地盛名在外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百草商会愿意拿出东荒30%药材渠道，与徐圣子建立的商会进行合作，条件只有一个，希望优先获得神果购买资格。此事需要徐年亲自决定。理当如此。不如今晚由百草商会在迎宾峰设宴，邀请青云圣地诸位长老与徐圣子共同参加。百草商会以前与赤阳圣地来往密切，最近几年更是很少进入青云圣地势力范围，如今突然如此热情，不得不防。宴会上的所有食物提前检查3遍，迎宾峰内外增加护卫，不要给对方接近圣子峰的机会。菜呢？怎么只有茶？神皇大人稍等，宴席马上便会开始。你懂礼貌，以后有饭可以多叫本皇。凤凰神兽，真龙血脉，若能将他们一同带回万毒宗，宗门必然可以成为东荒第一势力。徐圣子，久闻大名，今日终于得见。怎么了？真龙血脉对危险的感知果然比普通灵兽敏锐。这位便是真龙大人吧？百草商会特意准备了几箱妖兽精肉，宴后便送到圣子峰。他有肉，本皇呢？自然也有，我们准备了数十种火属性灵果。你确实很懂礼貌。太热情了，热情的像是电话里突然通知我中了大奖，只需要先交手续费。没有毒，没有咒术，也没有隐藏的毒虫。吃惯了地球饭菜，多少有点淡。这个汤味道太淡了，加点香菜应该不错。香菜是什么？一种调味蔬菜。斩魂断念草，传说中能驱散邪念、斩断心魔的神药，还是香菜味。这个味道不好闻。只要宴会持续半个时辰，所有人便会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中毒。
这是什么东西？无影噬灵虫，万毒宗独有的奇虫。动手！万毒噬灵阵！本少主本想让你无声无息的死，没想到竟被一把草坏了计划。你苦心布置这么久，被配菜破了？它不是普通配菜，此乃斩魂断念草，是万毒邪物的天然克星。蘸火锅挺好吃的。本皇不吃这个。不喜欢就别吃。香菜这种东西，主打一个两极分化。徐年，今日就算你发现了毒虫，也逃不出万毒噬灵阵。香菜已经这么有效，不知道大蒜会变成什么。不要直接以灵力接触，万毒噬灵阵能黑气就越活跃，修为越高，毒性侵蚀越快。若想强行破阵，至少需要半个时辰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这座阵法以3条毒脉为源，除非圣境强者亲临，否则谁也无法短时间破开。你们修为越高，运转灵力越快，中毒也越深。徐年，交出太古仙药、凤凰神兽和真龙血脉，再告诉我祖地入口，本少主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不给会怎么样？万毒噬灵阵会一点点腐蚀你的血肉，直到你亲眼看着自己的骨头化成毒水。你敢威胁本皇的外卖员？太古神皇又如何？他还只是幼崽，真龙血脉再强，也无法压制没有生命的毒物。今日你们都要死！这是何物？大蒜，做菜用的。又是厨房里的东西。刚才一把香菜已经破了无影噬灵虫，现在他又抛出一头蒜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中忽然产生了一种不祥预感。不管那是什么，都不可能抵挡万毒噬灵阵！净世神蒜，传说中诞生于太古净土，专克邪魔、诅咒和万毒的无上神药。名字挺霸气，生吃估计还是辣。给我杀！这不可能！万毒噬灵阵连王豪境强者都能毒杀，怎么可能输给一头蒜？厨房食材怎么了？厨房食材也是有尊严的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撤！
香菜破毒虫，大蒜破毒阵，难道祖地凡物真的全部克制万毒宗？父亲，计划失败。徐年手中有专克万毒的太古神药，请立刻唤醒万毒老祖。青云圣地的东西，必须举全宗之力抢过来。太古仙药，凤凰神兽，真龙血脉，再加上能够克制万毒宗的神秘植物，只要把徐年抓回来，万毒宗便能一跃成为东荒第一势力。杜腾还是太年轻，遇到一点意外便慌了手脚。祖元神物现世，万毒宗若不出手，其他势力迟早也会动手。青云圣地的陆藏生正在炼化九转盘龙果，秦九霄身负重伤，只要老夫拖住顾长兴，青云圣地其他人不足为惧。召集万毒卫，开启万毒天关，今日踏平青云圣地。徐年，滚出来受死！再不现身，我便毒平青云72峰！啊！万毒天关，万毒宗把镇宗圣器都抬出来了，立刻开启护山大阵！陆天觉，万毒宗潜入青云圣地下毒在先，如今还敢举宗来犯，真当青云圣地无人吗？交出徐年和神兽，再献上所有太古仙药，本宗主可以只杀青云高层，给普通弟子留条活路。否则今日之后，东荒再无青云圣地。口气不小，你们万毒宗上次说这种话的老祖，坟头草都快成精了。秦九霄，你强行出关，肉身还能撑多久？老夫若是你，现在便该重新躺回棺材。躺棺材怎么了？老夫至少躺的是自己的，不像你们万毒宗，出个门都要全宗挤一口棺材，怪不吉利的。动手！这就是万毒宗镇宗手段。万毒天关中封存着万毒宗数万年收集的毒物，那头腐神毒龙能够不断吞噬毒气重生，普通火焰和灵力很难将其彻底消灭。有用，但不够快。之前担心影响宗门环境，一直没敢打开。现在看来，场合正合适。这是何等神物？榴莲，吃起来很香。你骗人！它还没打开，本皇就快闻到了。什么味道？有人把远古凶兽的尸体煮了吧？不对，这味道能勾起神魂。这究竟是什么毒？
这不是毒，是水果。你当老夫瞎吗？什么水果能把生气熏得自己喝灌？外卖员，这东西真能吃？味道不错。本皇觉得有些东西还是不要勉强。所有人不要呼吸！老夫已经封闭无绝了，他照样往神魂里钻。还打吗？徐年，你不要以为靠着一颗臭果子就能镇压整个万毒宗。你们宗门的人都躺下了，严格来说，已经镇压完了。现在投降，还是我把它全部掰开？撤！想走？刚才不是还要踏平青云圣地吗？只要抓住你，所有人都得停手！死！我现在已经是灵海境6重，肉身又经过金心菩提果淬炼，即便正面挨上一击，也未必会死。不过我没打算用身体试炼。接住！这算什么？暗器？谁家暗器能吃？法宝？法宝为什么有果肉？毒物。圣子刚才说不是毒。面部骨骼割裂，神魂受到混沌气息冲击，加上气味刺激，暂时昏迷。所以它到底算暗器、神药还是水果？看使用方法，打开是水果，扔出去是暗器，放在房间里可能算生化武器。徐年，先把神果收起来，宗门弟子也快撑不住了。青云圣地岂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？别动！等等，老夫投降！神！这些资源对我用处不算大，却可以成为未来交易的本金。你要做什么？吃水果。你竟然真能吃！苹果能延寿，香蕉能炼体，橘子能悟道，火龙果能赋予神通，榴莲则能大范围镇压神魂，破坏毒道。这些东西若全部由我随意分配，效率太低。随着名声越来越大，想要购买神物的势力只会越来越多。继续靠别人上门谈判，早晚把圣子峰门槛踩烂。是时候建立一套真正的交易规则了。